那么世界杯48强阵容扫描，老 K 终于讲到了葡萄牙。跟许多人的观点不同，老 K 认为葡萄牙甚至今年很可能会进入决赛。原因很简单，这可能是历史最强的一届葡萄牙阵容。我知道 C 罗的性格，许多人都反感他，特别是这个年龄，很多人认为他在葡萄牙队是副作用。然而作为老球迷，老 K 在2000年就看过黄金一代，有路易斯菲戈，还有鲁伊科斯塔、宝莱塔、若昂平托、维克托·巴亚的那一届葡萄牙黄金一代，那是一批1969年到1974年间出生的天才球员，曾经在89年和91年蝉联了2届国际足联 U20 世青赛的冠军。当时那一批球员脚下技术极为细腻，战术素养极高，都是在像 AC 米兰、皇马、尤文图斯这样的绝对强队里面绝对的核心。但饶是如此，那一批球员也没有在国家队获得过世界杯，也没有拿到过欧洲杯。虽然04年在葡萄牙本土欧洲杯闯入决赛，但最终爆冷不敌希腊，留下了黄金一代无冠的悲情色彩，也留下了欧洲杯上的希腊神话。1960年代的葡萄牙在尤西比奥的手下同样如此，虽然曾经夺得1966年世界杯季军，但在欧洲杯赛场最好成绩也仅仅是打入了1/4决赛。所以 C 罗在葡萄牙队的地位到现在仍然被低估。这么强的一个足球强国，是一直到了2016年才由 C 罗领衔拿到了队史首座欧洲杯冠军。这就有点像4年前拿到世界杯冠军以前的梅西，饶是能力再强，当时梅西也拥有众多的反对者和黑子。所以今年葡萄牙队确实除了 C 罗之外，各方面前场、中场、后场都人才济济。但老 K 认为，之所以称得上是史上最强的葡萄牙队，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一个主心骨 C 罗。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支持。看之前提醒大家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且请打开小铃铛的全部，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收到咱们推送的视频。谢谢。今天法甲里昂队的主教练葡萄牙人保罗·丰塞卡也谈到了这一点，他是这么说的：41岁的传奇前锋 C 罗，一个能进这么多球的球员，一个还在不断进球的球员，这绝对不能视为问题。C 罗可能还会给球队带来很多额外的东西，比如他的领导力，因为他自身的影响力，他有能力保护葡萄牙这个团队。当然还有他的进球。我认为葡萄牙会踢出一届很不错的世界杯，但我也不敢给他们制造必须夺冠的压力。也许从球员的角度讲，我们拥有史上最好的葡萄牙国家队，许多球员效力于欧洲最好的俱乐部，实力非常强，而且一起踢了有一段时间了。但要说葡萄牙是夺冠热门，我不这么认为，这不公平。不过我对葡萄牙国家队非常有信心。那么这一次小组赛，葡萄牙的同组对手包括民主刚果、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小组出线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尤其是他们的中场控制力超群。主教练马丁内斯也在有意识地放大中场的优势，只要不出现大的伤病，我认为葡萄牙能够打入4强。而且老 K 很看好他们今年进入决赛。关于 C 罗，老 K 只说一点，他做过的许多善事，很多人从来不知道，他也不喜欢张扬。比如说刺青吧，像贝克汉姆、梅西、内马尔，还有许多的欧洲年轻人都习惯在身上刺青纪念，但唯独 C 罗身上完全没有。这个原因很让人暖心，因为如果刺青，那么需要1年后才能捐血。但担任了捐血形象大使的 C 罗，他为了能够经常做善事，所以选择不刺青。是的，就像02年的葡萄牙主教练巴西人斯科拉里最近在采访中说的，你们所知道关于 C 罗的一切都是真的，他确实是一个爱虚荣的人，穿得很漂亮啊，等等等等。但是他为许多机构所做的善事没人知道，他太棒了。那么老 K 稍微盘点一下，比如2015年尼泊尔地震， C 罗立刻捐赠了650万美元用于救援工作，另外还捐款帮助叙利亚的难民儿童，并且支持印度尼西亚的自然保护。2017年 C 罗在基金会的一次活动中，用大概78万5675美元的价格拍卖了2013年的金球奖奖杯，用于慈善。他还曾经为一位10岁的小球迷捐出8万3000美元作为脑部手术的费用，也捐出了超过16万美元给葡萄牙的癌病中心。他是一个积极的无偿献血者，也是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倡导者，长期为重病的儿童和各种慈善医院提供资金的支持。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的时候，他专程前往灾区探望，并积极地提供援助。
2016年率葡萄牙国家队夺得欧洲杯冠军以后，直接将高达27.5万欧元的奖金全部捐给了癌症慈善机构。多年来 C 罗一直担任救助儿童会和世界宣明会等国际组织的全球大使，所以仅这一点公益的力量令人动容。无论讨厌他的人有多少的理由，但 C 罗在葡萄牙队作为队长绝对堪称典范。许多人都说过，他在更衣室里面非常平易近人，乐于帮助新的小球员。因为你我不是葡萄牙人，所以很难对他的影响力感同身受。但老 K 认为他在更衣室绝对是最宝贵的财富，尤其是在心理因素至关重要的大赛中，比如点球决战，有 C 罗在，整个气场就完全不一样。关于 C 罗，当时斯科拉里在葡萄牙当主教练的时候，在斯科拉里的眼里 C 罗不是天才，梅西和小罗是与生俱来的天才。斯科拉里的原话是，梅西他就算闭上眼睛也知道球在哪儿，但 C 罗不是， C 罗是靠着意志力和专注度把自己逼成了天才。他也知道球在哪儿，但他是通过另一种方式知道的。梅西不是，梅西那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这和小罗是一样的，小罗根本不需要你给他布置任何战术。我很久以前还和梅西开过玩笑，梅西说，老大，你以前在金球奖投票时从来没选过我，你都投给了 C 罗。哈哈，哎呀，我肯定得投给 C 罗呀， C 罗就像我的儿子一样。我1年前还见过 C 罗，当时我问他，过来罗纳尔多，你还在拼命，是为了那1000个进球吗？1000个球你就为了那个在努力吗？ C 罗说，不是教练。我说啊，你骗不了我，你就是在为此而努力。 C 罗又说啊，没有，我很开心，很满足，沙特这边对我好的不得了。但是我知道 C 罗的心里就是在朝着那个目标努力，我觉得他能做到。 C 罗拥有一种特殊的奉献精神，从他小时候离开家乡的小岛开始，他就一直在克服各种困难，他把整个人都融入到了足球中，他为足球付出了太多。有一次我将他招进葡萄牙国家队，他从曼联赶过来，当时福格森爵士给我打了电话说，斯科拉里，你今天可别让 C 罗再练任意球了，他今天在我们这儿已经练了30个任意球了。于是那天下午我到了之后，准备进行训练，那是赛前的2-3天，结果 C 罗居然还想再踢30个，我的天呀！我说你都已经练过了，福格森都告诉过我了，别练了。 C 罗却说放心吧，没事的。这就是 C 罗的奉献精神。后来当 C 罗的父亲过世的时候，我们马上要在俄罗斯踢一场世界杯预选赛，我把 C 罗叫到了我位于俄罗斯的房间里，向他转达了噩耗，同时告诉他我也曾经历过父亲去世的痛苦以及当时的整个处境。我抱住了他，和他一起痛哭，互相安慰。然后我说，现在你获准离队了，回到葡萄牙去参加你父亲的守灵和葬礼吧。但 C 罗对我说，国家队第一，我要先踢比赛，我父亲生前一定是希望我能上场，并且成为场上表现最好的人。结果 C 罗真的做到了，那场比赛里全场表现最好的就是他。哈哈，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第一眼看中 C 罗的不是我，是我当年的助理教练穆尔图萨和保罗本托。保罗本托当时是葡萄牙体育青年队的主教练，他找到了我的领队。保罗本托说，你必须来看看这个孩子。我当时心想，让我去看一个17岁的小球员？而那时候葡萄牙国家队已经有夸雷斯马了，还有西芒，我还需要去看别人吗？我的天哪！于是我打发助理教练穆尔图萨，你去一趟吧，去看一场青年队比赛啊，诸如此类。然后穆尔托萨去了，回来跟我说，我的个天哪，那是头野兽，壮得像匹马，我们必须征召他。就这样 C 罗进了国家队，第2场比赛他就进球了，他是靠自己的实力入选的。那么咱们说回这次26人名单，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主教练马丁内斯征召的球员中有2/3以上是豪尔赫门德斯通过 Gesti Foot 经纪公司代理的，所以整支葡萄牙队几乎就是门德斯的团队。这既反映了门德斯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能看出今日世界足球球员方面有 C 罗，教练方面有穆里尼奥，经纪人方面有门德斯。所以老 K 之前说的在足球世界江湖里面的人情世故，那一定是有的。不过呢，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光是在巴塞罗那，门德斯旗下至少就有6名巴塞罗那的球员。从亚马尔16岁开始，他就是亚马尔的经纪人，包括体育总监德科和门德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门德斯跟巴塞罗那已经早不是简单的合作，是一种深度的绑定。这个人非常聪明，他曾经在葡萄牙的海边开过夜店，也当过 DJ。
最初的时候，门德斯也有一个足球梦，但因为自己没有体育方面的天赋，足球梦碎了。于是他开始卖二手衣服，开始开夜店。门德斯渐渐发现自己真正的天赋是与人打交道，他能够记住每一个客人的名字，而且能把很冷清的场子炒得火热。后来当他开始第一笔球员的中介生意帮一个没有球踢的门将去到了西班牙，他开始将自己与人打交道的特殊本事全都用在了足球上。从此盖斯蒂夫的经纪公司也就开张了。门德斯的策略非常简单，但也很粗暴。那个时候一般的经纪人喜欢盯着巨星，但门德斯反其道而行之，喜欢去青训眼里捡漏，先和那些还没有成名的孩子成为朋友，帮孩子们解决各种麻烦。02年门德斯干了一票大生意，从当时葡萄牙的大经纪人何塞维加手里硬生生地抢走了夸雷斯马和 C 罗，而 C 罗后来的成就直接将门德斯送上了世界第一经纪人的宝座。随后巴塞罗那2003年拉波尔塔当选主席，门德斯直接帮他搞定了墨西哥后卫马科斯。第二年，当时在波尔图拿下了欧冠冠军中场球员德科，当时拜仁、切尔西等球队抢破了头，门德斯直接飞到了巴塞罗那面见拉波尔塔。他没有带任何的分析报告，也没有带什么比赛录像，就只带了一张光盘，但光盘里面竟然没有比赛画面，只有一段波尔图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德科，德科，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就凭借这个，主席拉波尔塔当场拍板签了。后来德科成为巴塞罗那梦二队中场的发动机，帮助巴萨捧起了06年的欧冠奖杯。从此门德斯彻底赢得了拉波尔塔的信任，成了他口中的自己人。门德斯这个人当经纪人的优点太多了，他很幽默，人脉也广，经验丰富，而且做事情极其执着。更关键的一点，他为人还很仗义。如果他推荐的球员在巴塞罗那踢不出来，他会主动的出来负责任，想办法将这个球员运作走，绝不让巴塞罗那砸在自己手里面。像这样的售后保障在足球界那是稀缺品，所以门德斯在巴塞罗那早就超越了合作伙伴的角色。像一线队的亚马尔、巴尔德、卡萨多，租借过来的坎塞洛，还有安苏法蒂，包括青年队的吉列费尔南德斯。要知道过去一个经纪人在一家豪门球队，如果能有2到3个客户，那就顶天了。但门德斯手里就直接攥着巴塞罗那的半壁江山。而且更恐怖的是，门德斯对拉玛西亚、青训营的渗透可以说是令人发指。2019年，当16岁的法蒂刚刚横空出世，那时候法蒂的经纪人是梅西的哥哥，但1年不到，门德斯就成功策反，法蒂加入了门德斯旗下，而且立刻就拿到了队内的顶薪合同。2023年才只有15岁，被誉为100年一遇的超级天才亚马尔，当时经纪人是巴萨的名宿，过去的球员德拉佩纳，这也是一个巴塞罗那的自己人。结果门德斯直接出手，给亚马尔的家庭支付了高达200万欧元的签字费，把亚马尔硬是给抢了过来。后来差点用同样的方法挖走加维，但这一次德拉佩纳好在守住了底线。另外，凭借过去球员时代德科跟门德斯的关系，现在做了体育总监，你想想这2个人。接近20年前，当时刚刚从巴西到了葡萄牙的德科，在本菲卡队遭遇了欠薪，心灰意冷，想要回老家。那时候的门德斯还谁也不认识，但直接出手帮德科解决了所有的麻烦。后来将他运作到了波尔图，在那里德科遇到了穆里尼奥，2个人都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巅峰。2014年，德科的球员生涯退役，他想当经纪人，这时候门德斯出钱出力，手把手的教他，帮德科成立了 D20 体育公司。所以这么无私的一个好朋友，谁不想要？用德科自己的话来说，门德斯教了我许多事儿，在许多方面他仍然是我的榜样。后来当德科到了巴塞罗那当体育总监的时候，跟门德斯之间是亦师亦友，交织着各种复杂的利益和恩情的关系，每一次谈判就变得非常微妙。再加上主席拉波尔塔的态度，你就知道门德斯已经不只是简单的供应商，甚至比战略供应商前面还要加2个字，超级战略供应商。咱们举一个小事儿，就前几个月巴萨青年队的天才德罗被大巴黎挖走，当时拉波尔塔就公开的抱怨，如果德罗是门德斯的球员，这件事绝不会发生，我们巴塞罗那被背叛了。那主席都开了口了，这句话潜台词儿再清楚不过，只要是门德斯的球员那就不会跑，只有门德斯咱们巴萨才靠得住。所以过去几年拉波尔塔2进宫之后，
巴塞罗那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高达28亿欧元的巨额债务，工资帽就只有皇马的一半。在转会市场上，德克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买不起顶级球星，也很难给队里的好球员开出有竞争力的合同。但这个时候，过去几年全靠门德斯啊，他还利用了自己超庞大的人脉网络，各种帮巴萨的操作啊，租借坎塞洛，租借菲利克斯，处理各种巴萨的冗员，再用比较低的成本帮巴塞罗那留住自己的核心球员。可以说，在巴塞罗那最困难的时候，门德斯就是在绝境中递给拉波尔塔救命稻草的那一个人。当然了，这样的事情肯定也有人眼红嘛，所以巴萨俱乐部内部已经有人对门德斯和另一个超级经纪人扎哈维感到担忧，感到不满。因为许多人觉得这种单一经纪人就主导了巴塞罗那大量的球员转会和签约，那么很可能会破坏俱乐部传统架构和健康的拉玛西亚青训模式。一个经纪人门德斯同时是核心球员的代理人，又是体育总监的导师，那么同时又是俱乐部主席最信任的顾问，这么多角色叠加在门德斯一个人身上，那难免就会产生利益冲突。好在现在主教练德国人弗里克跟门德斯体系没有什么渊源，弗里克跟门德斯、德科、拉波尔塔这个铁三角之间的各种磨合，将极大地影响着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未来3到5年的命运。包括从2024年开始，门德斯将触手伸到了女足运动，他和著名的女足金球奖获得者邦马蒂所在的 WM 经纪公司展开了深入的合作。这家经纪公司进入女足领域很早，旗下有多名知名的女足球员。所以说了那么多，扯了那么远，大家就知道今天的葡萄牙国家队不仅是过去穆里尼奥和 C 罗的功劳，他们之所以一步一步越来越强，尤其是青训做得如此之好，这里面的背景非常复杂，但其中一个关键字，豪尔赫门德斯。那么今天6·1儿童节，葡萄牙国家队已经开启了世界杯备战集训，已经有23个球员参加了训练。41岁的 C 罗也晒了自己的照片，世界杯征程就此开启。而今年的法国队和葡萄牙队特别有意思，这一次大巴黎拿到了欧洲杯冠军，所以巴黎队阵中有15个球员有望夺得世界杯冠军。这其中法国队有5位，登贝莱、巴尔克拉、杜埃、埃梅里和卢卡斯；葡萄牙有4位，贡萨洛、拉莫斯、维迪尼亚、若昂内维斯、努诺门德斯。要知道，过去的历史上，在同一年能够拿到欧冠和世界杯，一共就只有11位球员做到过，这其中有7位都是1974年德国队拜仁慕尼黑队，另外的4位都是随皇马拿到欧冠的同年，在自己的国家队又拿到了世界杯。所以今日之大巴黎，除了法国势力之外，葡萄牙帮的力量已经极其磅礴。这几天，葡萄牙的老将保利尼奥还获得了2026美冠杯的冠军，同时荣膺最佳球员奖和金靴奖。但这位征服了美加墨的葡萄牙前锋，这次却没有入选世界杯的大名单。这个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的足球冠军杯，相当于欧洲的冠军联赛，它是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及加勒比海各国的联赛最强的参加，每年举办一次。保利尼奥33岁，其实这2个赛季在墨西哥的状态相当好，他的风格特点跟现在入选的拉莫斯还不太一样，他更偏向于是一个传统中锋，所以没有入选确实挺可惜的。如果他能在替补席当骑兵用，也许会比格德斯或者菲利克斯或者塞梅多要好。这一次葡萄牙队老 K 再重申一遍，非常看好他们，而且这里面还有些玄学，比如主教练马丁内斯最近就说，我非常相信数字命理学，我认为数字6可以带来非常积极的东西。2016年葡萄牙夺得了欧洲杯，1966年我们取得了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世界杯季军。2006年我们又打进了世界杯半决赛，现在2026年是时候达到葡萄牙完全应得的高度了。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在这方面，今日巴西还有一个著名的灵媒叫迈克尔·布鲁诺，他过去每次接受媒体采访，曾经连续3届成功预言了世界杯的冠军。他预测今年的世界杯就是一匹黑马捧起大力神杯，而这支球队就是 C 罗率领的葡萄牙队。2010年布鲁诺预言了西班牙夺冠，2014年预言了德国夺冠，2018年预言了法国夺冠，2022年当时他预测法国夺冠，但最后失手，因为阿根廷跟法国最终通过点球大战，是阿根廷拿到了冠军。但布鲁诺作为灵媒不甘心失败，他说呀，自从22年以来，我一直在预测下一支世界杯的冠军队伍，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说葡萄牙将会是26年的世界冠军。
另外，布鲁诺还预测阿根廷这次会在1/4决赛被淘汰，而巴西队将无法晋级半决赛。哈哈，好吧，是不是幸存者偏差？咱们留待世界杯后再来复盘。那倘若真是葡萄牙夺冠了，那我相信那一天所有人都会想起在天堂的若塔。好，那么这一次41岁的队长 C 罗第6次世界杯之旅，他也成为历史上首位6次征战世界杯的球员。而这一次名单里面老中青三代完美的衔接，3条线的配置都很均衡，尤其是中场，葡萄牙的中场甚至超过了任何一支世界杯球队。这里面有刚刚打破了英超历史单赛季助攻纪录的曼联队长毕费，还有曼城的中场巨星毕席尔瓦，以及巴黎的2大一员中场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这4大中场在葡萄牙绝对是夺冠第1档的热门，而唯一的悬念就是 C 罗作为中锋争议性太大，特别最近几场的状态很让人担心。但是有这么强大的中场，还有边路的门德斯等人， C 罗也就不需要操心组织了，只在前面等着射门就行。而至于关键的时候，主教练会不会让 C 罗老老实实打替补，很多人都在讲这一点很关键。人不能不服老，有些时候要接受自己正在逐渐老去。但在替补席上，在更衣室里， C 罗仍然很重要。而葡萄牙队由于克鲁皮想为法国效力，那么没有他很正常。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还有 A 席尔瓦也没有进。 M 费马太年轻，还需要成长。再说现在的主力中场他一个也踢不了。至于 A 席尔瓦，24年的欧洲杯小组赛末轮，当时葡萄牙打格鲁吉亚，上半场刚开场2分钟，我记得他在后场中线前就有一个传球失误，一脚回传球直接将球送给了格鲁吉亚的前锋。那一个球也是 K77 的单刀破门，葡萄牙早就落后。后来也是 A 席尔瓦解围失误送了点球，最终那场球葡萄牙0-2爆冷输给了格鲁吉亚。从那时候老 K 就觉得这家伙在后防线上就是个定时炸弹，他唯一的亮点就是姓席尔瓦，什么大卫席尔瓦、B 席尔瓦，这是你 A 席尔瓦能够碰瓷儿的吗？所以今年不带他我觉得是好事儿。至于另外落选的帕林尼亚，他的踢法属于工兵型，经常容易铲球犯规，给对方任意球，也很容易吃牌。葡萄牙队的定位球防守一直是个大问题，所以马丁内斯可能觉得帕林尼亚不太适合自己的战术理解。但说真的，唯一遗憾就是墨西哥踢球的那个前锋保利尼奥，我觉得如果球员有受伤的，保利尼奥还是把他递补上来。那么现在这一支国家队大部分基本上就是欧国联原班人马，经过了大赛检验，这一支冠军之师是值得信赖的。但有趣的是，这次葡萄牙对外公布的是27名球员名单，其中包括了4名门将，但世界杯最终注册是26人，所以马丁内斯专门有一个+1，这也是赋予了纪念意义，用来纪念若塔，同时多带一个第4门将，也是为了防止伤病。那么主教练马丁内斯做了取舍之后，仍然保留了若昂·菲利克斯，保留了格德斯、特林康还有孔塞桑，这也是他比较喜欢用的比较灵活的攻击线上的好牌。葡萄牙的主教练马丁内斯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故事要从他的父亲开始。在马丁内斯只有9岁的时候，他父亲总是会反复问他，不要告诉我哪儿错了，告诉我你怎么解决。这种耳濡目染的反复追问，最后成为了马丁内斯执教哲学的底层逻辑。而且他父亲本人也是球员，也是教练。有趣的是，马丁内斯的父亲职业生涯一直踢到了43岁才退役。24年12月，他的父亲在西班牙去世，享年91岁。所以他父亲是足坛常青树，同时也是真正的长寿寿星。马丁内斯就很有意思，现在他自己又带着 C 罗，足坛的另一棵常青树，继续征战世界杯。马丁内斯当了主教练之后，在2013年，他执教维冈竞技，曾经在足总杯决赛1-0击败强大的曼城，率领维冈竞技夺得了足总杯冠军。但3天以后，维冈竞技却在英超降级了，成为同时品尝奇迹和苦涩的经典案例。那一次降级，马丁内斯成为自己人生的最低谷。第二年13到14赛季，率领埃弗顿的马丁内斯拿到了英超时代队史最高的72分，获得了欧战资格。但2016年埃弗顿排名第12，遇到了球迷的强烈抗议，马丁内斯被解雇。2016年他接手比利时国家队，2018年就世界杯带队击败了巴西，最终获得季军，那也是比利时历史上世界杯的最佳成绩。不过在22年世界杯小组出局以后，马丁内斯宣布离任。23年1月，马丁内斯正式成为葡萄牙的主教练，合同到2026年，葡萄牙队也正式进入了马丁内斯时代。
2024年，马丁内斯率领葡萄牙完成了欧洲杯预选赛的10战全胜，24到25赛季的欧国联决赛又点球击败西班牙，成为首支2次夺得欧国联冠军的球队。他率领的葡萄牙队具备3后卫和4后卫之间灵活切换的战术特点。马丁内斯由于球员时代很早就到了英国，从英格兰第3级别联赛的维冈竞技打起，所以他和英国的渊源很深。09年他娶了苏格兰女孩，现在育有2个女儿。马丁内斯执教，他偏好的阵型往往是进攻型的4-3-3。他的战术标签有3个：第一，传控不是目的，结构才是根本。早在斯旺西时期，他的核心特点就是让低级别的球队通过控球、传球的线路以及积极的站位去建立优势。这种方式慢慢的改变了斯旺西，也慢慢的改变了过去英格兰低级别联赛。过去人们都以为英格兰低级别联赛那就是粗野，不太能够通过传球取得成功。而第2个战术标签，从马丁内斯执教比利时开始，经常使用3中卫，但是在2018年对阵巴西队的时候，在控球和防守阶段，3后卫和4后卫随时能够切换结构。到了执教葡萄牙，他也明确的说过，使用3后卫或者4后卫，这取决于球员的特点。第3点，马丁内斯非常强调1对1和创造力。他认为，在现代足球组织异常严密的防线面前，创造力和1对1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关键。他非常主张从10岁开始就要系统性的培养不同类型的1对1能力，反对在青训中过度限制球员的创造力。而马丁内斯在过去执教比利时，旗下也巨星众多，像阿扎尔、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等等。到了葡萄牙，又要处理像 C 罗、逼费、逼席尔瓦、维迪尼亚、莱奥等等。但他的风格比较尊重巨星，但也同时更加强调角色要适配。作为西班牙人，他增加了葡萄牙队的战术多样性，进攻方面根据前场各种组合、各种调整。但作为教练，马丁内斯通常被认为短板的就是他的防守稳定不足。过去在埃弗顿的后期以及比利时队的后期，球队虽然球星很多，但防守确实不稳，最后结果也不好。这一届葡萄牙队选择马丁内斯，本质上是希望球队从偏保守的大赛足球转向更主动、更控球、更加灵活的体系。马丁内斯上任以来一直在葡萄牙内部强调 commitment， 强调每个人对国家队要投入，要有承诺和责任感，每一个球员都要接受自己的角色，包括打首发或者轮换或者替补，或者在战术上要做出牺牲。而葡萄牙队最大的问题是 C 罗，马丁内斯就公开的说过，评价 C 罗不能看年龄，而是要客观的看到底他现在踢得怎么样。马丁内斯不承认41岁就必须退出主力竞争这种观点，但是他也强调要把判断的标准放回到球员的状态、进球和训练中的表现。不过从媒体的角度看，许多人都批评马丁内斯在欧洲杯给了 C 罗太多的影响力，这种力挺 C 罗的态度在26年世界杯会不会仍然存在，有待观察。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关于 C 罗的年龄，还有是不是每一场都必须首发，这会是葡萄牙舆论的火药桶。而在中场，现在维迪尼亚负责节奏，若昂内维斯负责覆盖，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往往负责最后一传、远射和禁区前抢2点。在对亚美尼亚的比赛 ，C 罗停赛，而逼费和若昂内维斯同时上演帽子戏法，这说明 C 罗不在的情况下，葡萄牙的中场火力反而可能更强。而维迪尼亚作为葡萄牙队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动态的中场组织者，这一点我们在欧冠决赛已经看得很明显。不管在大巴黎还是葡萄牙，他是球队至关重要的节拍器。他往往没有很夸张的数据，但通过接球的方向摆脱和节奏的切换，总能让自己队里面的前场球星拿到更舒服的球。另外，若昂内维斯是现在这支葡萄牙队中场年轻化的代表，这是一个覆盖面积非常大、抢断非常狠、推进也很强的年轻中场。他解决了葡萄牙队过去一个痛点，就是往往只有技术，却没有足够的覆盖范围和硬度。现在在大巴黎，若昂内维斯在维迪尼亚的身边，能够保证防守的整个面积，他还能突然前插到禁区内，这也就是主教练敢于不带帕利尼亚的重要背景。可以说，维迪尼亚加若昂内维斯，这是新葡萄牙的中场心脏，而逼费他就是真正的进攻发动机。在国家队，他既是前腰，也是右中场，同时也是反抢后第一脚直塞的重要来源。然后中场还有曼城的贝尔纳多·席尔瓦，这是马丁内斯最信任的战术方面的胶水。比席尔瓦几乎能踢所有的位置，他的关键不是速度，而是战术纪律性极强，还有极强的阅读比赛的能力，所以往往能够在右边锋、右中场或者伪边前腰3种角色进行切换。
所以对葡萄牙来说，比席尔瓦是平衡器 ，C 罗在中路，莱奥可能在左路，B 费喜欢冒险的传球，这时候比席尔瓦就能够把右路、把中场和整个结构连接起来。那么最后一位超级爆点天才拉斐尔·莱奥，他的速度、盘带在左路的1对1能力，这决定了他在淘汰赛可以用一次突破就改变整个比赛。不过现在莱奥刚刚度过了最糟糕的一个赛季，甚至许多葡萄牙足球人物都提到莱奥根本就不配入选这一次世界杯名单。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莱奥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是不是在 AC 米兰出工不出力，全都是为了世界杯，为了葡萄牙队呢？总之，所有人都团结在 C 罗身边，这是他的第6届世界杯。为了 C 罗，连国际足联也网开一面，将他的红牌做出停赛3场，但其中2场缓刑1年的特殊处罚，然后让 C 罗在预选赛就服完了必须执行的1场禁赛，让 C 罗完全可以正常的在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就上场。所以足球就是江湖，谁说没有人情世故呢？ C 罗的牌面就算到了白宫，川普也要给面子，这没什么好说的，这当然是国际足联的双重标准。许多事情当你人到中年，其实所谓的法律宪法，特朗普被判了那么多重罪，仍然不影响他当总统。上一次在总统任内的最后引起那么多美国民众冲击美国国会，这些事情不能认真，还是5个字儿，不外乎人情。好，说到葡萄牙队的战术，他们的常见框架还是4-3-3或者4-2-3-1的混合体。有球的时候，维迪尼亚会回撤接球，若昂内维斯负责覆盖和前插，比费在前腰或者右中场的区域找直塞的机会，边路则由努诺门德斯、坎塞洛、达洛特、佩德罗内托、莱奥、孔塞桑提供宽度和突破能力。马丁内斯的葡萄牙队强调高压，强调战术的流动和中路的连接。他们的进攻方式在左路是最直接的了，有努诺门德斯加上莱奥，一个可以高速插上，一个可以1对1的爆破。而在中路，葡萄牙队是最稳定，维迪尼亚可以控节奏，逼费找最后一传，而右路则较为灵活，贝尔纳多、席尔瓦可以内收，孔塞桑和内托可以轮番的冲击，坎塞洛能够内切，能够组织，特别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几乎踢遍了所有的位置，这就是他们在右路变化的基础。防守方面，葡萄牙队想要高压，但不是每一场都能压得住。像2-0对美国的热身赛，球队的开局并不稳，定位球防守方面也有问题。有时候也能看到葡萄牙的控球不少，但面对防守反击的球队，有时候进攻就不顺畅。首发预测方面，阵型4-3-3，门将迪奥戈·科斯塔，后防线达洛特、鲁本迪亚斯、贡萨洛·伊纳西奥，还有努诺门德斯。中场维迪尼亚、若昂内维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前场贝尔纳多、席尔瓦、C 罗和莱奥。C 罗保留中锋的位置，莱奥提供左路的宽度，贝尔纳多、席尔瓦负责右路控球和压迫的补位，而中场由维迪尼亚、若昂内维斯保证整体的运转。那想打进攻的时候，可以达洛特换成坎塞洛，或者直接让比席尔瓦回到中场，右路还能上佩德罗内托或孔塞桑。中锋如果撤下 C 罗，可以将贡萨洛拉莫斯派到禁区内去冲刺，或者用菲利克斯打伪9号增强串联能力。而如果对强队需要防守，中场可以加入鲁本内维斯或者萨姆科斯塔，这样牺牲一个攻击手变成更稳的4-2-3-1。尤其是萨姆科斯塔，带上他就是为了在打法国队、英格兰、巴西、阿根廷的时候能够更防守更有能量。葡萄牙队阵容中最大的悬念是 C 罗到底什么时候首发，第二就右后卫到底是达洛特、坎塞洛还是塞梅多或者马特乌斯努内斯。第3点，左路的莱奥或者佩德罗内托谁更适合打首发。第4点，菲利克斯到底是骑兵呢，还是只是阵容的边缘人？那么这样的打法，葡萄牙队的优点就很明显，中场的质量极高，这几个人在一起就同时具备控球、压迫、传威胁球和后插上的能力。本届葡萄牙相比上一届世界杯有明显的升级。第2大优点，边路的爆点仍然非常多，左边有努诺门德斯和莱奥，右边有贝尔纳多、席尔瓦、内托、孔塞桑、坎塞洛，既能够传控也能1对1，特别是努诺门德斯在大巴黎已经是世界级的左后卫。第3大优点，这一支葡萄牙队的大赛经验充足，像 C 罗、比席尔瓦、比费、鲁本迪亚斯、坎塞洛、迪奥戈·科斯塔，这都是经历过欧洲杯、欧冠或者顶级联赛关键战役的老将了。曼城的鲁本迪亚斯早就是防线的核心，随曼城队也拿到过多座重要冠军。第4大优点，葡萄牙队的阵容深度相当好，
像帕利尼亚、A 席尔瓦、罗德里戈·莫拉的落选，说明葡萄牙队不是缺人，而是选择困难症。那么缺点方面，最大的问题仍然是 C 罗，这是优势，同时也是风险。C 罗能够进球，也能带来精神力量，但是在面对强队的时候，让他首发会不会影响前场的反抢和节奏？毕竟41岁，我们能看到 C 罗的运动能力已经巨幅的下滑。第二大缺点就是防守定位球和开局的稳定性。在过去1年，这2个问题已经暴露了很多。那么到了世界杯淘汰赛，这样的缺点也会被放大。缺点之4，阵容虽然豪华，但是也有许多矛盾。比如菲利克斯、莱奥、内托、孔塞桑、拉莫斯、格德斯，他们可能拿不到理想的上场时间。这些问题有 C 罗坐镇，能不能都压得住，还是要在实战中去检验。最后，美加墨世界杯环境非常复杂，在时区、天气、湿度，包括风暴、赛程的跨度，这很考验一支团队的适应能力。葡萄牙队无疑技术很强，但如果比赛被拖成了身体战、长途奔袭战，那么技术上的优势就会被削弱。一句话，在老 K 眼里，葡萄牙队有冠军相，但是当他们拥有了 C 罗，那么做不做替补，什么时候做替补， C 罗是否愿意牺牲自己，这所有的问题咱们只能一场一场比赛慢慢看。那么从21岁踢到了41岁，C 罗成为世界杯史上首位6次参赛的球员，虽然保持着世界杯最年长的帽子戏法记录和唯一连续参加了5届世界杯都能进球的记录，但 C 罗还从来没有在世界杯淘汰赛取得进球或者助攻。此前5次最好的战绩是06年的4强，然后2014年止步小组赛，2010年和18年止步1/8决赛，22年止步1/4决赛。这里咱们看一组数据，2010年葡萄牙全队的身价是 3.4 亿欧元， C 罗一个人就是8000万，而14年葡萄牙全队 2.97 亿欧元的身价， C 罗一个人 1.2 亿。后来2018年葡萄牙全队身价涨到了 5.04 亿欧， C 罗身价仍然 1.2 亿。2022年葡萄牙全队身价涨到了 9.04 亿欧元， C 罗的身价下降到2000万。今年葡萄牙全队身价涨到了接近11个亿欧元，但 C 罗身价已经跌到1200万。所以葡萄牙的黄金2代已经起来了，但 C 罗的年纪已经大了，没有赶上好时候。06年的 C 罗刚刚成长起来，但当时黄金1代已经老了。从另一个角度讲，现在的这么多小球员都是当时看着偶像 C 罗长大的。没有 C 罗，葡萄牙也许不会有那么多小孩踢球，更不会涌现出如此多的好苗子。C 罗是一个人带动一个国家的足球运动，这一句话一点不夸张。偏我来时不逢春，偏我去时春满城。好，今天的足球新闻，40岁前曼城和利物浦的中场球员米尔纳宣布退役，结束了24年的英超生涯。米尔纳曾经2次效力于曼城，1次效力于利物浦，职业生涯还曾效力过纽卡斯尔联队、阿斯顿维拉、布莱顿。18到19赛季随利物浦获得欧冠冠军，并获得过3次英超冠军。40岁的米尔纳在英超共计出场658次，56个进球，87个助攻，是英超历史的出场王。过去说阳光空气米尔纳，这一位真是英超的活化石也。他在英超的时间比绝大部分球迷的球龄都要长，甚至比许多球迷的岁数都要大。他这个英超出场王的含金量在于水平一直都很高，真正的常青树，在每个球队都能至少踢上轮换或者半主力。他从来不碰酒精，从来不参加派对，也不去过什么夜生活。记得那时候30多岁了，加盟利物浦，队内的体能测试却是第1名。02年的时候，他跟鲁尼同时出道，当时堪称惊艳的亮相。但现在米尔纳刚刚退役，鲁尼的身材却早已走了样。好，另外转会市场方面，巴塞罗那的法蒂是终于清洗了。今天他终于永久转会到摩纳哥，转会费1100万欧元。巴萨还享有2次转会分成的条款。下个赛季，法蒂已经准备好了在新任主教练路易斯麾下效力。当年在巴塞罗那的最低谷，恩苏法蒂就像一束光，横空出世，曾经真的很惊艳。如果没有那次半月板重伤，法蒂现在真不知道是不是另一个样子。好，另外欧冠决赛，阿森纳的法国中后卫萨里巴在决赛中再次受伤，导致伤势加重，可能伤缺数周。但距离世界杯开幕仅剩11天，为了登场打决赛，萨里巴是咬牙坚持。但现在他必须和时间赛跑了，争取能够赶上世界杯。好在法国队中后卫人才储备充足，
赫纳特、拉克鲁瓦、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以及孔德都可以顶上。不过萨里巴本赛季确实非常惊艳，已经是英超公认的最佳右中卫之一。他的伤缺对法国队绝对是一大损失。希望小组赛之后的淘汰赛，萨里巴能够满血回归。好，轻松一下。阿根廷前锋安赫尔·克雷亚遗憾无缘世界杯名单，但失之冬雨，收之桑榆。他的妻子萨布丽娜在社交平台发布了长文，给丈夫送上了支持和鼓励。过去曾经效力过马德里竞技的克雷亚，他在22年世界杯最后一刻递补进入了世界杯参赛名单，当年是因为华金克雷亚的受伤，可这次主教练斯卡洛尼没有将他纳入最终的阵容。现在安赫尔·克雷亚在墨西哥联赛踢球表现不俗，代表老虎大学队出战了54场比赛，23粒进球，13次助攻。另外，皇马巨星维尼修斯的前女友弗吉尼亚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穿巴西球衣的照片，不死心的维尼修斯转发了这条动态，还配文写道：今天马拉卡纳球场的氛围简直如梦似幻，但我还是想怀着满腔深情请求大家，请不要冒犯维吉尼亚。我们曾有过一段非常美好的感情，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因为我们之间一切都很好，尊重与关爱永存，让我们携手共夺第6座冠军奖杯。说真的，维尼修斯在场下这情商是真高啊。另外，姆总姆巴佩的绯闻女友最近在西班牙看巴德邦尼的演出。绯闻女友埃斯特·埃克斯波西托是西班牙女演员，也是 VIP 嘉宾之一。整场演出中，埃克斯波西托和其他的嘉宾一起跳舞，享受着音乐。但不经意间，他看向巴德邦尼的一个眼神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许多人都认为女演员和歌手之间好像颇有化学反应嘛。嘿嘿，要知道巴德邦尼和姆巴佩之间有很深的友谊啊。朋友妻不可欺，巴德邦尼，我们希望你慎重。另外，重磅新闻，拉莫斯收购塞维利亚的事情出现了巨大反转。塞维利亚最主要的股东发布了公开信，指控拉莫斯在俱乐部的收购谈判中欺骗了股东，说拉莫斯在5月27日协议已经达成后，突然改变了所有的谈判参数，而且这是几个月前就已经策划好的骗局。核心一句话，拉莫斯欺骗了我们。现在股东们已经发出警告，将向拉莫斯索要约定的违约金，而且威胁到，如果拉莫斯泄露收购过程中获取的机密信息，将对他提起更多的诉讼。具体怎么回事，我看非常复杂。对此，拉莫斯已经召开了发布会，解释了一些情况，并表示仍然希望完成交易。拉莫斯说了一句话：从俱乐部的账目可以看出，塞维利亚有重要的累计亏损，也有持续性的亏损。拉莫斯说，我唯一能说的是，我们非常平静，没有违反意向书的任何条款。我一直保持尊重，有些话不合时宜，语气过重，但我尊重每个人使用他们认为合适的词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西甲联盟和我们投资人的建议。塞维利亚需要 1.2 亿欧元的增资，所以我请求他们进行增资，以保障俱乐部的可持续性。我们不是在抢劫，也不是在欺骗，我们是在告诉你们，请帮助我们让俱乐部恢复健康。总之，这件事情非常复杂，老 K 建议大家先看看，主要是不是塞维利亚里面有什么财务黑洞之类的。好的，感谢大家的支持，点赞、评论和热推，谢谢你们线上 hype 积分。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我们相信这里值得您订阅。咱们明天再见。